近日，根据美国海军的新闻网站报道，在本月2日，美国海军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南海海域潜航中碰撞上了不明物体，造成舰艇受损。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先进的潜艇碰撞呢？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根据美国海军的新闻网站报道，在本月2日，美国海军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南海海域潜航中碰撞上了不明物体，造成舰艇受损。人员方面有11名舰员受伤。碰撞事故发生后，该舰狼狈逃往南海，前往数千公里之外的关岛基地。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发生碰撞事故时，这艘核潜艇正在深海潜航。碰撞没有给潜艇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由于损伤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因此美方潜艇没有呼叫友军前来进行救援。另外，潜艇上受伤的11名水兵没有任何人死亡，最严重的是中度受伤。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是美国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第2号舰，1998年服役于美国海军。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安静的核潜艇之一，性能远在中国所有核动力攻击潜艇之上。此舰是为了应对苏联而建造，但是因为苏联解体，计划建造的29艘潜艇中有26艘被取消建造，只有3艘被美国海军批准建造。这就造成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造价高昂，一艘海狼的造价高达30亿美金，可谓是天价。这个价格够中国再建造一艘山东号航空母舰了。海狼级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此前一直在美国海军本土基地驻扎，但是就在今年，美国海军宣布将此舰部署在亚太地区。随后有网友在日本的横须贺军港拍摄到了处于停泊状态的康涅狄格号核潜艇，看起来似乎是已经部署在了美国海军第7舰队。而今年8月，美国第7舰队司令也专程的视察了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康涅狄格号核潜艇采用了大量的高新技术，可以使潜艇本身在610米深度的海域静默航行，噪声基本上控制在极限状态，基本上极难被敌方潜艇所侦察到。而康涅狄格号核潜艇的侦测设备也是世界顶尖的，装备的宽孔径阵列和潜艇主动侦测系统，基本上可以对数十公里的敌方军舰进行一个准确的搜索定位。因此，此次碰撞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猜测。按理说，凭借康涅狄格号核潜艇优秀的探测设备，基本上是不可能探测不到水下的地形，而导致碰撞这种低级错误的发生。那么，为什么如此先进的潜艇竟然会发生事故呢？网友则认为有3种可能。首先，可能是因为撞山。早在之前，美国海军的旧金山号核潜艇就曾经撞山，主要因为是这艘潜艇是沿着以往指定的航线进行航行，但是好巧不巧的是，在航线上有一处地点变成了水下山脉地形，因此导致潜艇突然撞山，最后导致人员伤亡。不过，虎妞查阅了关于南海地区地壳板块与南海及林区新构造运动表现特征的文献来看，南海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南海水下的地质活动并不活跃。第2种可能是因为执勤的美国海军舰员疏忽和擅离职守，导致潜艇发生事故。虎妞认为，虽然近几年来美国海军事故频发，尤其是2017年，仅是在海面上，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就发生了数艘的碰撞事故，都因为海军官兵疏忽以及天气原因所导致。但是就目前美国海军的公开数据来看，近几年并没有因为官兵疏忽和擅离职守导致潜艇发生碰撞事故的记录。因此，虽说是有可能，但是几率相对而言是非常小的。最后一种则是潜艇相撞。潜艇相撞并不是从未出现过，美国可以说是潜艇撞潜艇的资深玩家了。从1968年与苏联核潜艇相撞到现在，美国潜艇部队发生过10次潜艇之间碰撞的事故，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很大的可能是与潜艇相撞。那么是哪国的潜艇呢？网友猜测可能是英国的基敏级核潜艇。早在3个月之前，英国派出航母舰队前往南海的时候，就有基敏级一路跟随，后来还被英国媒体爆料在南海地区被中国潜艇远距离跟踪。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是这俩卧龙凤雏在深海进行了友好的亲密交流。因为早在09年，英法潜艇就曾经在深海发生过碰撞，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或许双方潜艇上的反侦测技术对敌方的探测设备起到了良好的防御作用，因此双方潜艇声纳装置均未能探测到对方，所以才会造成潜艇相撞。
而曾经出现在南海的机敏级核潜艇和美国的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则拥有更加先进的降噪和反声呐技术，所以这2艘潜艇均无法获知对方的存在，而2艘潜艇的航线又刚好有一处交点，所以导致2舰相撞，造成轻微损伤。美国海军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只能声称碰撞的为不明物体。以上就是美国潜艇碰撞的3种可能，但是究竟是哪一种，我们只能从未来的某一天美国方面公布正式的调查报告才能知晓。